在众生都选择觉醒血脉的时代，我反手踏上修仙之路，其他人见此皆笑我脑子只发育了一半，说我是不可救药的蠢材。只因修仙道统在万年前的仙魔浩劫中湮灭，自此修炼之道沦为延年益寿的旁门左道，而觉醒血脉才是通往巅峰的正途。然而我面对这些讥讽毫不动容，只因不久后虚空将现裂痕，无尽的恐怖天魔会从中涌出，顷刻间屠戮无数觉醒者，唯有修仙者才是天地间最后的曙光。此刻我正凝望掌中黑色玉简，上一世我与家人皆葬身那场劫难，只是我竟不可思议地转生于其他位面的修仙界，并在机缘之下获得一念轮回诀，苦修万载，成就未尝败绩的传奇，成为当世神话。然而如此拼命修行，也只是希望在飞升成仙后转光阴，回到天魔降临的前一天，拯救我要保护的人。不曾想再度仙劫时，遭数名蓄谋已久的魔修暗算，让自己坠入万劫不复之境。没想到再次睁眼，竟回到填写宗门志愿之时。秦墨尘，你若执意修仙，这次试炼我们便不与你同行，你另寻他人吧。沈映霜带着失望走来，身后还有2男2女。1月前，他们6人约定此次试炼组队。上次这5人见我未能觉醒血脉，便想散伙。毕竟未觉醒血脉者，在他们眼中就是累赘废物。可以，我神色平静答道。听到这简单回应，5人均面露讶异，原以为我会哀求他们不要抛弃自己，毕竟未觉醒血脉者很难找到觉醒者同行。看来秦墨尘未觉醒便彻底自暴自弃了。见此，沈映霜眼中掠过一丝惋惜。唉，你多保重吧。一名瘦削少年冷笑瞥了一眼，看来我们要见证笑话了。没百年脑疾，真写不出修仙2字。见我遭队友抛弃，周围弟子又是一阵哄笑，我却毫不在意。回到家中，父母已备好丰盛零食等我归来。知晓儿子未觉醒血脉，用餐时二老都刻意回避此话题，直到饭毕，父亲才唤住我，并递来一枚白色玉简。老陈，这时我父亲深吸一口气，露出笑容。这玉简里是我们20余年的积蓄，你拿着。我与你母亲都未觉醒血脉，不也过得安稳？你已成年，一些事该自己做主，我们能帮你的就这些了。说罢，将玉简塞入我手中，便去帮母亲收拾。我正在原地，这跨越万年的亲情，往昔记忆再次浮现脑海，记忆与现实交织。此刻手中玉简似有万钧之重，这一世绝不让历史重演。因这天地灵气稀薄，唯有汲取天材地宝的灵气修行，而购宝需灵石，故未与父亲客套。随即携灵石前往城中最大灵药店。此刻灵药阁人来人往，熙攘非凡，多是觉醒者前来购置灵液。请问有何需求？这时，一位身着灵药店服饰的秀丽少女走来询问：贵店有人参、灵芝、雪莲这些灵药吗？少女闻我要买灵药，顿时面露亚色。如今几乎皆购成品灵液，谁还买灵药啊？有的，我们灵药阁也有专售灵药的分堂，那里或许有您所需。说完便引我步入一处药香弥漫的楼阁。与先前堂口不同，此处门庭冷落，一位老者戴着老花镜，坐于木案前，静静翻阅典籍。华老，这位客人需购灵药。少女恭敬道：我小了，你去忙吧。华老点头，随即放下典籍，抬眼望我。小有预购和灵药，年份越久越好。我直言道：如今购灵药者不多。华老在玉简上查询一番，自行看这些。我需要亲眼瞧实物。我选了一株灵芝雪莲、万年参精。华老略感惊讶，现今能识得这些珍稀灵药的年轻人可不多。遂起身，从身后灵木柜中取出3个精致灵盒，可观不可触。感受到3株灵药散发的淡淡灵气，我开口问道：多少灵石一株？35万灵石3株，共计105万灵石。我微蹙眉，过贵了。现在只有50多万灵石，只能买1株。沉思片刻，又让华老取出另几株价稍便宜的灵药，细查一番，比对药效与价格，35万贵了。这玉髓果仅需1万灵石，万年参精功效与20枚玉髓果相当，加之万年参精年份与珍稀程度，顶多25万灵石。我缓缓道。华老闻此眼前一亮，年少却有见识，但此乃荒域所产野生万年参精，18岁前常服可增觉醒血脉几率，单此一项至少加价10万灵石。华老指向旁侧，培育参精，若接受培育参精，我可10万灵石授你。我看一眼便摇头，己无灵气对自己无用。此时一位面有刀疤、面目凶悍的中年修士踏入灵药店。老华，灵杖。他一进门便将储物袋置于柜台，几缕灵血从袋中渗出。华老打开储物袋，倒出其中物件，是一堆血淋淋的妖兽材料。收获颇丰啊！华老赞道。还行，遇上2头4阶妖兽，折了我几位弟兄。中年人咧嘴，露出一口黄牙。共计200万灵石。转灵石玉简变成，记得替我备些灵液，明日我来取。说完，头也不回离去。柜店也收材料。我诧异问道。华老一边整理材料，一边点头。有些灵液炼制需灵材辅佐，这家伙就是专做此行的觉醒者。随即华老笑着看向我，小子可愿做笔交易？我顿生疑惑，何交易？
我也瞧出你缺灵石，看你对这些灵药颇有见解，来我店中做事，这3株灵药算作酬劳。我沉吟片刻，缓缓摇头，紧接着话痨手指轻敲台面，又道：那我退一步，我这儿常有人来受荒域所得灵药，有些奇特灵药我也难断其旨，届时需你帮忙鉴定，可否？我听后点头，这条件看似我得意，但以我阅历眼光，替话痨鉴定灵药，实乃他大占便宜。行，那下次再会，盼你给我惊喜。话痨将3个灵核递我，然后转身继续整理材料。拿到灵药后，我便驾驭法器前往明月湖灵境。重生归来后，我发现明月湖灵境灵气较他处浓郁，此刻正欲去明月湖突破。3株灵药所含灵气并不算多，若与其他修士想突破炼气或有困难，但我作为曾屹立人道巅峰的强者，自能将3株灵药效用发挥极致，突破炼气十拿9稳。明月湖灵境还有许多老者坐于湖畔打坐修仙，只是这些人所谓的修仙，在自己看来，无非就是坐在那里放松身心而已，根本不算修行。我来到一株粗大灵柳旁坐下，立有几名白发老者围来。前几日自己开始修炼时，这些老者便发现靠近我可让他们精神焕发，所以每见自己，他们都会凑近。我未多言，开始运转一念轮回诀，周遭稀薄灵气汇聚而来，灵柳枝摇曳，仿若更显翠绿。周围老者浑身舒畅，面色红润，有种重返青春之感。后半夜月明星稀，灵境中人群渐散。再次内视后，觉得可尝试突破，便在地上绘一小聚灵阵，取出3株灵药置入阵中。聚灵阵散发朦胧微光，3株灵药迅速枯萎，其内灵气被尽数提取，汇成缕缕可见灵雾被我吸纳。此刻我心无旁骛，全力冲关。清晨，我身旁刮起一阵灵风，我猛然睁眼，呼出一口浊气，感受到久违的灵力涌动，终于突破炼气1层了。如此便可施展些小术法，也算有自保之力。往昔我对修炼一无所知，跌跌撞撞100年才入正途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每个境界都真至完美，再登巅峰。随即起身离去。这时，一些晨练老者来此。这是谁在地上画的图？有意思。一位鹤发童颜的清瘦老者皱眉看了一阵，旋即坐于图案中央，瞬间猛然一震。有意思，你替我查查此图何人所绘。回到家中，我换了一身法袍，才前往宗门。再过一段时间，圣院便会联合所有宗门举办首届天命杯大赛。大赛头名可得海量关注与巨量资源，只有通过宗门考核进入宗门，才有机会参加天命杯大赛。所以这宗门考核自己还得去凑个热闹。此刻青云宗6殿喧闹嘈杂，我的出现让殿内短暂安静。我们宗门修仙大佬来了！有人出言嘲笑，但预想的附和却未出现。此刻其他弟子正惊讶地望着我。今日的我似乎与往昔不同，有种超然脱俗之感。就在这时，授业长老林雪瑶步入殿内，悄悄桌案，让大家安静，然后开始讲述此次宗门考核的注意事项。这次云州28宗门联考，地点是38号试炼秘境，猎杀不同等级妖兽，获取不同积分，其中遇见1级妖兽都堪比筑基体。会儿大家到广场领取出发前物资。说完，林雪瑶便转身离去。各位弟子遵守秩序，排队过来领取物资。此刻广场中，一个威严声音从前传来，正是宗门宗主。作为觉醒者，即便不用扩音法器，声音也极具震慑力。觉醒者在中间领取，炼气师在右边，炼丹师在左边。修仙不是我们宗门谁选的修仙。众所周知，选择不同志愿，在宗门考核时不同资源包。除一样的灵丹与恢复灵液外，觉醒者会得圣院统一定制灵器，炼气师会得初级炼气傀儡，炼丹师则会得初级炼丹炉。至于修仙这个志愿，在宗门考核中还真未出现过，宗主都不知配合法器才妥当。短暂失神后也笑了。这位修仙的弟子来我这里领取物资。此种场面对于普通弟子或许尴尬，但对我毫无影响。只见我淡然登台，弟子，你若现改主意，我可特许你换一次志愿。宗主出言相劝，不必。我摇头，宗主无奈。这小家伙怎如此之傲，但也不好再多言，好好努力。宗主面色不悦，瞪了其他看热闹的弟子一眼。都看什么看？赶紧领取物资！此刻，一位拥有冰蓝长发、身姿高挑、容貌精致的美丽少女从自己身前经过，她眸光流转，不着痕迹地打量自己。重点店的苏寒霜，我们宗门7名天品觉醒者中唯一的女子。这么近，看她好美啊！男弟子痴痴望着苏寒霜。半个时辰后，所有人领完资源，在宗主指挥下，上千名考生浩浩荡荡走出宗门。此时灵州内气氛微妙，不少弟子忐忑不安，借与人交谈缓解紧张。不少人偷瞄向我。他就不怕吗？听青云宗6殿的人说，可不也是觉醒血脉，还被元小队抛弃，谁愿带累赘呢？这些人哈哈大笑，仿佛如此便能驱散紧张。好了，抵达38号试炼秘境范围，先距地面200丈，全部跳下。灵州后舱门开启，护送人员给每人1枚飞行符，所有考生以小队形式陆续跳下。一处废墟秘境，长满藤蔓灵草，灵虫飞舞，空气中弥漫湿润灵气。你们看，
那是谁？全宗独一份的修仙者，1/1000的概率，竟让我们遇上。一名男弟子面露亚色。话说等会儿若遇妖兽，我们要出手帮他吗？一名女弟子担忧问道。帮啊，怎么帮？考核帮助同门，再让他上报，咱们也能拿额外积分。一名虎背熊腰男弟子一副志在必得模样。就在5人交谈时，3头幽冥狼从我身后废墟窜出，每头皆有丈许高2丈长，龇牙咧嘴，格外狰狞。然而我仿若未觉，身后幽冥狼仍缓步前行。明明未觉醒血脉在秘境里，还敢如此大意，真是寻死！那虎背熊腰男弟子虽嘴上这么说，却也握紧灵刀，随时准备出手。幽冥狼立于长满灵草的石头之上，幽绿冷眸紧盯前方背影，猛地向前冲去。而我仅瞥了3头幽冥狼一眼，却不闪不避。这傻瓜准备动手！躲在废墟后的5人见此，不禁破口大骂：这可是幽冥狼，而非宗门灵宠啊！不说幽冥狼连灵树都能抓断，就是他的尖牙利爪高速扑来，所挟之力也不容小觑。就算是血脉觉醒者的他们，若被幽冥狼正面冲击，也会暂时行动力；而未觉醒血脉者，若被正面冲撞，不死也重伤。可下一刻，我转身骤然出手，轰轰轰！虚空之中3拳连出，3头猛冲的幽冥狼如炮弹般倒射而出，其中一头幽冥狼正好滚落5人组身前，嘴角流灵血，片刻便生机断绝。虎背熊腰男弟子低头看着这头死在自己脚边的1阶妖兽，顿时懵了。他竟杀了幽冥狼！这怎么可能？有人低声惊呼：赵刚，你说这家伙怎么做到的？一名女弟子瞪大眼望向虎背熊腰男弟子。赵刚咽了咽口水，秒杀1阶妖兽，至少也是天品觉醒者吧？普通觉醒者可杀1阶妖兽，但定要一番厮杀，唯有天品觉醒者才能释放觉醒技能，瞬间秒杀1阶妖兽。此刻我正刀尖挑飞幽冥狼妖丹，然后收入储物袋，紧接着头也不回离去。在突破炼气期后，自己五感6觉皆大幅提升，周遭100丈内哪怕是细微空气震动，自己都能轻易感知。所以自己早感知到周围幽冥狼与这几名弟子存在，只是几名1阶觉醒者而已，还入不了自己眼。收好3枚妖丹后，便径直朝废墟秘境中心行去。越往秘境深处，妖兽强度越高，收获积分越多。想参加天命杯，至少得进云州前50，所以去中心区域猎杀2阶以上妖兽才是自己选择。秦墨尘路过一处废墟殿堂时，有支小队从内钻出，其中一人震惊地望着秦墨尘。王浩自己入门结识的好友，你这家伙这几天怎么回事啊？你请假，连传讯预检也联系不上，没事吧？王浩大大咧咧问道。没事，重生归来后，自己对法器接触甚少，所以倒未看到王浩联系，没事就好。你独自一人沈用霜他们呢？罢了罢了，既然你一人，就跟我走吧。王浩滔滔不绝说了一堆，我低头哑然一笑，可以。这才对嘛！咱们玄天双雄联手，考核必定横扫一切。对于我的加入，王浩十分欣喜。介绍下，这些都是我同殿弟子，实力不俗。秦墨趁我挚友，待会儿跟我们一起走，都多照应。王浩介绍道。我不咸不淡点头。刘峰3人见我的态度，心生不悦，但看在王浩面子上，未多言。只盼此人脸皮别太厚，等会儿赚到入宗门积分便自行离去，莫要一直赖着我们队伍才好。行走废墟之中，围绕考核，刘峰他们谈论布局。虽我们队伍多了1人，但努力些，硬也能分到之前积分。杜明瞥我一眼，然后说道：对于自己的加入，他们的不满自己岂会听不出？不过并未多言。这时我抬头看向右前方废墟，在自己感知中，那里有妖兽正靠近，应是群居妖兽。走了2步，王浩他们也停下，警惕环顾四周。就在这时，右前方废墟响起妖兽奔腾之声，25头妖兽从废墟冲出，1头2阶铁甲蛮蛛，12头1阶幽冥狼，11头1阶双尾灵猫。我和秦墨尘去拖住2阶铁甲蛮蛛，你们速速解决1阶妖兽。王浩神情凝重，冷声道。另外3人未多言，持灵刀便冲了出去。铁甲蛮蛛人如其名，攻高防高，想杀他不易。显然王浩也无单杀2阶妖兽的打算，他身法灵动，闪转腾挪，轻巧如燕。王浩与铁甲蛮蛛周旋4、5刻钟，等刘峰3人将那些1阶妖兽尽数斩杀，又过来一起围住铁甲蛮蛛。不到半个时辰，他们就干掉出现的18头妖兽，获27积分。这等速度在考核中已算不错。老规矩，1人5分，多2分留着。我坦然收下自己的5枚妖丹，既收了队伍战利品，那接下来自己自然也会出手，给予这支队伍的回报定远超这5枚妖丹，这便是我的自信。咕咕咕！就在这时，废墟中传来一阵低沉声响，仿若秘境深处传来的灵禽啼鸣。不妙，是2阶疾风鸵鸟。听声音，至少有10头2阶疾风鸵鸟。刘峰他们听到叫声，脸色凝重，王浩也皱起眉头。先撤！紧接着就看到四周废墟中飞出疾风鸵鸟，将他们围在中间，每只个头有2、3丈高，爪子更似灵铁铸成，压迫感十足。几人脸色不由大变。王浩抽出灵刀，准备全力一搏。等会儿你尽量跟着我，先逃出此地再说。可他话未说完，就看到一道人影从自己身旁掠出。这道人影极快，快到他们眼睛都跟不上对方速度，直到这道人影停下，像拎小鸡般扭断疾风鸵鸟脖子，他们才看清此人样貌。
秦墨尘、王浩一怔，他不是未觉醒血脉吗？怎会如此强悍？接着就见我拖着疾风鸵鸟向他们走来，王浩大笑着上前给了我一拳。你这家伙何时这般厉害了？秒杀2阶妖兽，你不会是天品觉醒者吧？我摇头，飞爷，我是修仙者。修仙者四人有些惊讶，修仙不是延年益寿之术，怎会有战力？之前他邀秦墨尘入队，其实也有些压力，毕竟这支队伍都是冲着重点宗门分数线才组建，没想到秦墨尘竟如此强，倒是他们几人抱上大腿了。老杜，我兄弟可以吧？王浩扬眉吐气，望向杜明，杜明尴尬假笑。既然秦墨尘这般厉害，那我建议接下来继续深入。刘伟出面缓和道，说不定我们几个还能拿1500分以上，到时也能进一流宗门了。我也这样觉得。秦墨尘，你看呢？对此我也无异议。自从见到王浩，就打算帮他一把。时间很快到傍晚，另一处长满灵草废墟中，沈应双5人小队徐徐前行。小心点，我们现接近秘境中心，周围几乎都是2阶妖兽。一个戴眼镜的男弟子小心提醒：有秦墨尘那位觉醒血脉者在，我们或许还需谨慎。如今他都走了，我们还低调什么？萧逸接话道。沈应双有些内疚，我们临到头才让他离队，是不是不太好？他未觉醒血脉，又选了修仙，这次考核该如何过呢？另一名女弟子赵敏则笑道：我的沈大小姐，你又乱发善心呢。就在这时，前方有动静。林峰低声提醒道。几人瞬间安静，警惕望向前方，就见一头暴类妖兽从前方的废墟中冲出。这头妖兽有1人高，近3丈长，浑身漆黑，有2条金色纹路从头至尾。3阶妖兽金纹幽冥豹，他受伤了。有天品觉醒者在追猎3阶妖兽。萧逸和唐雅目不转睛盯着前方，出来了。赵敏双眼放光，也想看看是哪位天品觉醒者在猎杀3阶妖兽。若是自己宗门的，还可出去结识。那是秦墨尘。赵敏看到冲出的5人当中有秦墨尘身影，顿时惊呆，这家伙运气还真盛，竟跟刘伟他们在一起。你认识那几人？沈应双问道。萧逸点头，都是我们宗门的觉醒者，他们小队在我们宗门说不定都能进前30。秦墨尘这家伙真是走运，进入了他们小队。沈应双眼中有些羡慕，我只认识一个王浩，没想到其他几人居然这般厉害。唐雅咂咂嘴，这几个家伙真是胆大，竟敢猎杀3阶妖兽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几人快速追去，今日他们猎杀不少妖兽，大多2阶与1阶，直到傍晚才遇一头3阶妖兽，自己出手将其重创。没想到这头金纹幽冥豹临死爆发力量逃跑。小心！越过一道废墟高墙，我一把抓住猛冲的王浩，眼看快被他抓住的金纹幽冥豹又逃脱。你干嘛？王浩疑惑望向秦墨尘。秦墨尘未开口，尖锐破风之声响起，一道反射金色夕阳的刀光破空斩来，直接将金纹幽冥豹钉在一片废墟之上。王浩见此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，若方才不是秦墨尘拉着他，自己怕要血溅当场。考核不禁止考生抢夺积分，但如此不顾他人安危出手抢夺却少见。是谁？王浩愤怒望向灵刀射来方向，3人从废墟中走出，是3名身着灰黑色法袍青年，天玄宗法袍，天玄宗的天品觉醒者。刘伟几人立即认出天玄宗的人，你们在此作甚？看这架势，是要抢我们猎物。梳着齐刘海发型的周子轩看上去很阳光帅气，但此刻却一脸傲然望着众人。听到周子轩的话，王浩登时火了。什么叫你们猎物？这头金纹幽冥豹明明是我们打伤追杀，至此。周子轩淡然一笑，指着被钉在废墟墙上的金纹幽冥豹说道：那把灵刀是谁的？王浩一时语塞，怒目而视。刘伟他们也看出对方要抢猎物，都握紧拳头。对方是天玄宗天品觉醒者，他们几人一起上，都未必是其对手。这头妖兽是被灵刀钉死，而这把灵刀是我的，那这头妖兽自然就是我的。周子轩无视几人怒目，走到被钉在墙上的金纹幽冥豹前，取下灵刀，刀尖轻轻一挑，挑飞金纹幽冥豹腰丹。就在这时，一块拇指大小灵石爆射而出，叮的一声打在废墟墙上，旋即反弹撞在被周子轩挑飞的腰丹上。被撞飞的腰丹不偏不倚，正好朝自己这边飞来。然后我手一招，直接将腰丹拿在手中。有高手！周子轩双眸一凝，冷然看向自己。普通人竟有这等手段，有点意思。这妖兽是我的，那么插在上面的灵刀也该是我拿来吧。我看着周子轩手中灵刀，缓缓伸出右手。有意思，好久没人敢在我面前这般嚣张了。周子轩被逗笑，他缓缓抬起右臂，他周围温度骤升，地上他脚边灵草被瞬间蒸干燃起。火焰能力的天品觉醒者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双手奉上腰丹，跪下认错。周子轩舔了舔嘴唇，右臂之上缭绕火焰，犹如火龙盘旋，看上去极为骇人。他等着对方被自己震慑，然后跪地求饶画面。然而我依然平静如水，缓缓摇头，不必。好，那你的考核到此结束。周子轩冷笑说罢，缠绕他手臂的火焰犹如火龙出动，朝自己撕咬而来。小心！秦墨尘、王浩等人见此大惊失色。然而在自己眼中，这般技能比孩童玩火更显幼稚。只见我屈指一弹，一道凌厉灵光划破空气，爆射而出。噗！看似凶猛的火蛇一触即破，轻易被这道灵力击成漫天火花，纷纷扬扬飘落。什么？他竟击散了我的火龙？他怎么做到的？周子轩3人震惊望着秦墨尘。有意思，
再来试试我的双龙狂舞！周子轩一招火龙被破，怒意横生，抬起双臂，双臂之上皆缠绕火龙朝自己撕咬而来。住手！宋景云一把抓住周子轩肩膀，周子轩火焰散去，他怒视宋景云，何意？现在还未到秘境中心，别在此耗费气力，区区一头三阶妖兽而已，与他们便是。周子轩闻此回过神来，可恶，差点误了大事，算你走运，走吧。周子轩与宋景云三人转身离开，而就在这时，淡淡声音再度响起：“我让你走了吗？”这句话吓得王浩他们一身冷汗。我的天，这几个天玄宗天品觉醒者都走了，你还招惹他们作甚？周子轩本在忍耐，此时闻对方之言，顿时怒极反笑：“你再得寸进尺，我拼着成绩不要，也要让你躺上1年。”我淡漠道：“你可试试。”宋景云皱眉，拦在两人中间，他体内有股股灵压袭向秦墨尘，但都被无形力量压制回来。短暂交锋让宋景云脸色不由一变。此人很强。此刻宋景云不想再多浪费时间，便将自己的灵刀给了秦墨尘。如此可满意？我缓缓点头，此次便罢，记住没有下次。景云，你别拦我，让我教训这小子一顿！周子轩像头发怒凶兽，但被宋景云死死拦住。一把灵刀而已，与他便罢。宋景云沉声道：“不可为此耽搁正事。”最后，周子轩咬牙忍下，愤然转身离去。王浩几人早被秦墨尘操作惊得目瞪口呆，他们知秦墨尘很厉害，但亲眼见秦墨尘与天品觉醒者硬碰，甚至从天品觉醒者手中夺来灵刀，心中愈发钦佩。他们去秘境中心了，我们还去吗？王浩问道。去，为何不去？我淡然道。而此刻秘境考核场地，闲杂人等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下，突然出现4道狼狈身影。停下作甚！一名抱着精致灵木盒的中年修士喝问道：“三哥，非法闯入考核秘境是违规的，若被发现要受重罚。”一名衣衫不整、手臂缠绷带青年迟疑道：“都何时了？若被那些家伙追上，命都没了，还怕违规？”说完，中年人抱着精致灵木盒，直接越过5、6丈高灵网，跳进秘境之中。其余3人稍作犹豫，也跟了进去。他们进去没多久，又有10几个彪形大汉出现。魏明远他们进了秘境，还追吗？一人问道。追！1000年灵果与雪域果要效惊人，只要有一口气就能救回，必须带回家族。次日天明，在一处废墟灵境中，王浩他们4人正在分配妖兽材料。如今2阶妖兽皆由王浩他们对付，而我只有遇3阶妖兽才出手。这时废墟中响起一阵碰撞声，考核中帮助同门有加分，所以王浩他们立即凑上去。沈映霜！王浩顿时惊呼。沈映霜此刻衣衫破损，听到有人喊他望向生源处，刚开口，他眼泪就如断线珠子般落下。我们小队与好多2阶妖兽被冲散，我拼命才逃出。沈映霜双眼通红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回去吧，我淡淡说道，然后转身离去。秦墨尘，我们就不管他呀？王浩追上秦墨尘，惊讶问道。他装模作样，身上的伤是假的，腿也无碍。我摇头。那他为何这般？王浩4人目瞪口呆。我轻笑，见我们队伍实力强，想分些好处。那女子还真是有心计，小心！我停下脚步。王浩他们立即戒备。此时前方树林内有一头巨大妖兽，犹如失控灵车冲破撞来，碎石飞溅，灵力四射。3阶妖兽嗜血魔鳌，他受伤了。王浩几人见此，脸色不由一变。你抽出灵刀，注入灵力，将灵刀掷出，灵刀散发寒芒，破空而去。灵刀精准无误，钉在嗜血魔鳌脖颈，将它钉在旁侧地上。被控制住的嗜血魔鳌发出低沉嘶哑吼叫，挣扎2下便一动不动。我走过去取回灵刀，挑起嗜血魔鳌腰单，旋即转身离去，干净利落。等他们走后，又有3人从嗜血魔鳌冲出方向追来。再看到嗜血魔鳌被人盯杀，皆是脸色一变。宋景云走近，蹲下查看，是谁？哪个贼子抢了老子猎物？周子轩怒火中烧，跳过来，四周温度高涨。收敛些。宋景云不悦呵斥，微皱眉，这痕迹有点像是我那把灵刀所留。周子轩闻此勃然大怒，可恶，又是那狗东西！别让我遇见他，这次谁来都没用。王浩他们听到身后传来怒吼声，然后加速逃离。下午4时，废墟秘境中心，他们5人在废墟1楼清点战利品。王浩他们几人有些激动地说着自己目前积分。如今才2天不到，我们就获1000多分，明日再稍作努力，1500分也有可能。这可是一流宗门录取线。接下来我打算独自走走。我开口道，加入这小队本为助王浩获积分，如今王浩已获足够积分，自己也没必要再留。刘伟几人虽早有预感，但听秦墨尘说出，还是有些失落。好吧，不过你一人去秘境中心要小心，明日是考核最后一天，5时过后灵网才会开启积分录入通道，在此之前最为混乱。王浩提醒道。我点头。与王浩分别后，独自在废墟街道上前行。轰隆隆！忽然，我右边爬满藤蔓的废墟建筑被妖兽撞碎，3阶妖兽铁甲蛮蛛如灵车般横冲直撞朝我冲来。你刚要出手，察觉到什么？收手闪在一旁。铁甲蛮蛛身后有3道大腿粗细、
2丈多长白色冰锥爆射而来，3枚冰锥似装有灵翼，精准无误扎在铁甲蛮蛛身上，将它狠狠钉在地上。嗷！铁甲蛮蛛发出嘶吼，灵血刚流出，便被冻成灵冰，它浑身也被笼罩一层白霜，没多久便没了气息。4道人影从铁甲蛮蛛撞碎的废墟建筑中走出，其中一位少女拥有冰蓝长发，身姿高挑，面容精致，犹如一只美丽灵鹤款款而来，正是秦墨尘他们宗门的苏寒霜。是你？苏寒霜一眼就望见秦墨尘，俏脸流露惊讶。你在此作甚？这里算秘境中心区域，四周都是2阶以上妖兽，你胆子可真大呢。苏寒霜好奇地看着秦墨尘，随手一挥，插在铁甲蛮蛛身上的坚冰融化，一枚妖丹被冰屑包裹着飞落他手中。随意逛逛，我淡然道：我认识几位修仙的老前辈，他们平时都爱打坐，而且怕妖兽怕得要命，你却好像不怕3阶妖兽啊。苏寒霜问道。我看了一眼咽气的铁甲蛮蛛，咽气的有何可怕？苏寒霜笑靥如花，你真有趣。别往前逛了，如今不少天品觉醒者都在秘境中心，接下来这里会常有大战，你会被波及的。苏寒霜提醒道，旋即优雅转身离去。紧接着，我也继续朝秘境中心行去。夜幕降临，星光闪烁，没有灵石还真不习惯作战，全靠视力夜晚对我影响太大。你转身，今日猎杀到此为止，明日再去秘境中心猎杀3阶妖兽，犹如一头矫健灵兽在废墟上腾跃3两步，消失在黑暗中。来到一处相对完好废墟，我停下脚步，刚要进去，忽闻不远处一阵打斗声。借着月光，我看见有10几头妖兽正围攻3人。看那3人衣着与体型，应非考生。你并不打算出手，在前世里养成习惯，最好少管闲事，除非有好处。在转身之际，我忽然一惊，目光落在其中一人抱着的精致灵木盒上。灵药，我眉头一挑，这世界不是灵气枯竭了吗？怎还会有灵药？难道说这世上也有秘境等奇异空间存在？大世界灵气虽枯竭，但在秘境之中却有充裕灵气，可修炼，可培植灵药。一头3阶妖兽爪子撕裂空气，抓在抱着精致灵木盒男子身上。他摔倒下去，但仍紧抱灵木盒。三哥，你先走，我们断后。人物，少废话，要走一起走。丢了一枚异果，志峰也下落不明，老子再一人回去，怎跟七神他们交代？3人联手，奋力杀出妖兽包围圈，然后快速钻进一条巷道。巷道中一道嘶吼响起，竟是3阶妖兽嗜血魔鳌巢穴。3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脸色大变，连忙退出。然而身后妖兽已追来，龇牙咧嘴，狰狞骇人，前有虎后有狼，进退无路。看来今夜我们难逃此劫了。魏明远苦笑，可惜我们找到能为家主疗伤的灵果，却未能带回。就在魏明远准备拼死一搏时，忽然他眼前一花，一道人影闪过，几头狰狞3阶妖兽倒下，灵血喷涌。一名年轻人手持灵刀，正在妖兽群中杀戮。那追得他们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的3阶妖兽，在这青年手中竟如野狗般弱小，任他随意砍杀。很快，周围所有3阶妖兽斩杀殆尽。小兄弟多谢了。魏明远3人真心感谢道。我微微点头，目光落在魏明远怀中精致灵木盒上。魏明远心中一紧，难道这青年也是匪盗之徒？看上他的奇异灵果，真是才出狼窝又入虎口吗？小兄弟，看你应是考核考生吧，可否拜托你考核完后替我做一事？我淡然道。你说我是云州魏家的魏明远，此盒内是一枚异果，想麻烦你10天后将此灵盒送至魏家，当然届时我们会与你足够报酬。希望眼前这青年看在他身份与允诺报酬上，莫对自己出手。异果，闻此名称，我微皱眉，很陌生名字，无论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自己都未闻过此物。魏明远见自己未听过异果，解释道：异果是在秘境深处笼罩灵物的森林中，一些奇特灵树上结出的灵果。此果有诸多神奇功效，比如治百病、提升实力等等。魏明远继续说道。不过那灵物笼罩森林中遍地危险，有无数强大妖兽存在，哪怕是厉害天品觉醒者在内，不敢大意。我点头，了然开口道：我方才听你说你寻异果是为家主疗伤。魏明远点头，正是。我也略通医道，若你不介意，我可替你主疗伤。至于报酬，我要这枚异果。我直言道。魏明远闻此，心中苦笑。可想令我到头来还是为这枚异果。小兄弟，你今日救我们一命，本与灵石报恩。既然你需要异果，那此果便当报恩吧。然后将精致灵木盒递我，我伸手接过，自己既开口，那考核完后定会登临魏家。小兄弟，那我们就此别过。魏明远抱拳说道，临走前还提醒道：陈家之人也在觊觎此果，先交于你，你要当心。我点头接受他们好意提醒。在魏明远他们拖着重伤之躯离去后，我将妖兽妖丹收起，也离开此地。才走没多远，又有15道身影急追而来。小家伙，你可曾见3个受伤之人从此经过？我摇头。可恶，3个家伙怎如此能跑？为首彪形大汉骂骂咧咧。宇昂哥，你看这小子手中灵盒。陈宇昂一看，眼中寒光一闪，森冷道：小家伙，你手中灵盒从何而来？给我看看。你说这个？我拿出灵盒。对，给我。陈宇昂伸手去抓，结果却抓空。我收回灵盒，这是我捡的，你想抢？陈宇昂顿时怒气上涌。可恶，你找死！体内能量爆发，震得他脚下碎石颤抖。宇昂哥不至于吧？收敛些，冲入秘境杀考生罪名太大，陈家都会受牵连。
身后之人见陈宇昂动了真怒，也都被吓了一跳。陈宇昂是4阶觉醒者，随随便便一拳都能打出3、4万军力量，就是一头3阶妖兽，他也能一拳打死。众人低叹，看来只能伪装成妖兽杀了这小家伙。好！低沉声音爆发，一道人影倒飞而出，轰隆一声撞入旁侧废墟，废墟坍塌，将他掩埋。宇昂哥，你下手还真是不留情，你这样若把河中东西打坏怎么办？如今夜晚视野不佳，他们看不清具体状况。两人小跑上前，想从陈宇昂那儿拿灵盒看里面东西。我去，怎么是你？我宇昂哥呢？跑！紧接着，2道人影再度倒飞而出，落在陈宇昂撞塌废墟之中。有些生疏了，我活动活动身体。苍蓝9变是苍蓝仙宗入门基础秘籍，曾经自己一脚可碎星辰，如今虽无当初境界，但对付几个觉醒者绰绰有余。其余人见此都愣住，这考生怎如此强？一起上！有人嗷了一嗓子，剩下10几人全部爆发冲了上去，砰砰砰！下一刻，10几人全部倒飞而出，撞入废墟，哀嚎声此起彼伏。我走到被掩埋陈宇昂那里，陈宇昂灰头土脸，吐出口中泥沙，他知自己栽了，踢到一块灵铁板。方才那年轻人自己绝对打不过，忽然他见自己正盯着他，顿时惶恐不已。你是座山你就是这队人领头，并未理会陈宇昂问题，而是淡漠问道。陈宇昂连忙摇头道：不是。我微皱眉，又将另一人从废墟中拖出，问道：“你们领头是谁？”那人也未答，就这么看向陈宇昂。陈宇昂冷汗蹭蹭冒出，饶命！陈宇昂扑通一声跪下，能屈能伸，遇弱则嚣张跋扈，遇强则唯唯诺诺。我也未多计较，而是抬手掐诀，在陈宇昂眉心一点一缕金色灵光闪烁，我感受到一道凉意渗入眉心，霎时间颅内似有万千灵意啃噬。他双手抱头，在地上翻滚，哀嚎不止。片刻后，陈宇昂才停下挣扎，声音虚弱，浑身发抖：“你对我使了什么手段？不过是个小术法，试试效果罢了。”你不是人！陈宇昂咬牙切齿，颤抖的手指着我，我淡然一笑：“凡事皆有代价，你们对我动手，我留你们性命，但需付买命钱。你们15人，半年内给我15枚这样的异果，否则每3日你便会重历刚才之苦。”陈宇昂一听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这种异果1枚价值数千万灵石，15枚异果便是数亿灵石，你不如杀了我！这异果虽算是最低阶的灵药，竟卖得如此昂贵，想想也是，这世界灵气枯竭，乃是末法之地，能长出这等灵药，自然价值连城。我沉吟片刻，再度开口：“3枚半年后送到我面前，我为你解数。”陈宇昂闻言，倒是又燃起一丝生机。他沉默半晌，忽然开口：“那你也要对他们施此术，否则我一人无法办到。”我意外地看了他一眼，够狠，是块混修炼界的料。随即也不多言，接连施下噬魂之术，然后给他们留下一道传讯灵符印记，让他们得异果后联系。随后离开此地，一处相对完好的废墟灵楼之上，我从灵盒中取出异果，以灵力刻画聚灵阵，将异果置于阵中。盘膝修炼阵法嗡鸣，一阵灵光闪烁，缕缕灵气被我吸入体内，浑身舒畅。而那异果在我吸纳下迅速干瘪，竟连炼气1层中期都未达到。对于异果的效果不甚满意，既然有异果，那生长异果之处是否还有更珍贵的灵药？考核完后要回去多了解这方面的信息，若有，那么自己1年内突破金丹便简单许多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就朝秘境中心进发，来到一处废墟，灵墟中心弥漫着灵血与灵草汁的气味，应是前不久发生过激战。突然废墟中接连2声凌厉的碰响，灵剑从我身侧擦过，同学独自一人，一名身着蓝色法袍的男弟子提着灵刀走出，上下打量我。我去，连觉醒者都不是。那人破口大骂：“罢了，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把这2日的收获交出来吧，免受皮肉之苦。”我笑了，居然还真有人打劫自己。1分钟后，哥别打，疼！亲家哥，这是我们2人收集的妖兽材料，总价值3000分，您收好。身着蓝色法袍的5名弟子鼻青脸肿，跪在地上，恭恭敬敬将储物袋中的妖兽材料双手奉上。滚吧！我收起储物袋，神色平静。好嘞！鼻青脸肿的5人如获大赦，连滚带爬逃离此地。我继续前行，四周打斗，与妖兽哀嚎声不断，还有灵力声。这时一道兽影坠落在我前方，一头妖兽从坍塌废墟中冲出，是3阶妖兽银甲凶蜥。就在这时，有8根冰锥爆射而来，冰锥尽数砸在银甲凶蜥身上。此时一道半虎半人的身影暴掠而至，对着笨拙的银甲凶蜥一阵猛击。之后又有3人出现，联手将这头3阶银甲凶蜥斩杀。我站在一旁有些惊讶，没想到竟在此处又遇苏寒霜。此刻苏寒霜也看到了我，旋即不满地皱起眉头：“哟，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？让你别来秘境中心，你还来，你的胆子真不是一般大。唉，不选炼气师而选修仙，屈才了。”萧景环颇为赞许我的胆量，几人快速取下银甲凶蜥妖丹，然后朝我走来。有事？苏寒霜给了我一个白眼：“你是不是没弄清现在状况啊？这里到处都是天品觉醒者和3阶妖兽，你一个修仙的家伙跑这儿来做什么？我知道附近有处相对完好的废墟，那里比较安全，我们把你带过去。”感觉到苏寒霜对自己有些太好了，不禁多看了他几眼。与苏寒霜一起的萧景环3人也诧异地看着他：“寒霜，你怎么对他这么好？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你是2阶天品觉醒者，他只是个修仙者，你们没未来。”刚变身的赵子轩恢复了原样，此时狐疑地看着2人，一开口就是浓浓中二风。
苏寒霜俏脸刷得红了。看上你个大头鬼，我是看在同门份上才帮他的。好吧，这样啊。赵子轩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。那咱快走呗，说好还要去蹲冯雪瑶他们据点呢。萧景环也点头道：“听说冯雪瑶他们负责流油，现在他们团队至少有2万粉。”孙明辉说道：“我觉得还不如去找周子轩他们。找他们？你疯了吗？周子轩可是天轩宗的人，去找他白给。”萧景环惊讶不已：“周子轩他们没那么强，听说他们之前想抢人家3阶妖兽，踢到灵铁板了，还赔了一把灵刀出去。后来好不容易打败了一头3阶嗜血魔龙，结果又被那人给虎口夺食，到现在还提着刀到处找人呢。”孙明辉笑着解释道。萧景环惊讶不已：“他们好歹也是天炫宗的天品觉醒者，这么弱？”几人边走边议论，我在一旁听着也没插嘴，倒是没想到自己和那家伙的恩怨居然传得这么快。就在此时，咕咕咕，前方废墟中传出一阵低吼声，几人立即收声，进入戒备状态，小心翼翼地从废墟后面望过去，顿时露出欣喜之色。3阶妖兽嗜血魔，运气真好。赵子轩舔了舔嘴角，不过他旁边还有8头2阶妖兽。苏寒霜秀眉微皱，等会儿你跟在我身旁，不要走太远。萧景环率先出动，他也是火系天品觉醒者，双手缭绕灵火，声势惊人。赵子轩龇牙咧嘴，肌肉隆起，法袍被撑破，眨眼之间，他化为半人半虎的拟兽形态，散发一股狂野暴虐气息，向前奔去。孙明辉提着灵刀紧随其后，灵刀金光闪烁，轻易斩杀一头朝他扑来的2阶妖兽，大战瞬间爆发。苏寒霜相当于法修，在周围凝聚起一根根手臂粗细的冰锥，如离弦之箭般射出支援战场。不到1刻钟，在他们4人娴熟配合下，便将所有妖兽尽数解决，完美1008分到手。赵子轩恢复常态，接着萧景环将一枚2阶妖兽妖丹扔给我，我也有，我有些意外，收着吧。既然寒霜邀你同行，那你也暂时算小队一员了，见者有份。孙明辉笑着说道：“还不错吧？”赵子轩换好法袍，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。跟咱们走，有我们的肉吃，就有你一口汤喝。突然，废墟中响起3声灵剑响，正说笑的苏寒霜他们瞬间翻身藏到废墟后，进入戒备状态。苏寒霜，别躲了，你们5个人拿5000分，我们转身就走。一道清脆悦耳的女声响起：“认识你的人是谁？”萧景环看向苏寒霜，苏寒霜有些茫然摇头。赵子轩偷偷探出半个头，然后立即缩回。可恶，风雪瑶之前还议论着准备去蹲点他们呢，结果还没行动，反倒被他盯上了。这几个家伙精力怎么这么好？接连打劫3所宗门的天品觉醒者小队，现在不找地方藏起来休息，还敢来打劫我们！赵子轩咬牙道。苏寒霜沉默片刻，说道：“听说5中有名觉醒了治疗能力的天品觉醒者，或许就在冯雪瑶他们队伍之中。难怪他们敢这么嚣张。”萧景环脸色凝重：“怎么办？”孙明辉问道：“出去直接干翻他们不行？不行，他们有治疗系觉醒者，一边打一边恢复，打不过。”萧景环摇头：“这冯雪瑶他们队伍什么配置？”我开口道：“3名2阶天品觉醒者，2名1阶天品觉醒者。”萧景环说道。我点头又问道：“有3阶天品觉醒者吗？”没有，你想干啥？萧景环看着我：“没有3阶天品觉醒者，你们为何如此畏惧？修炼界之人皆是与天争、与地争、与人争，不敢拼搏之人根本在修炼界混不下去。所以萧景环他们这种不敢拼的心态，我有些不认同。”就在此时，碎石沙砾漫天飞舞，一头近3丈高、浑身棕色毛发的熊人一拳轰塌废墟，兴奋的仰天长啸：“真当老子是软柿子！”赵子轩骂了一声，瞬间化为猛虎拟兽形态，一头熊人和一头虎人激战正酣，肉搏拳拳到肉。苏寒霜给5000积分就让你走，否则别怪我辣手摧花。冯雪瑶玩味笑着走来，看到我不禁调侃道：“这是哪儿找的小白脸呢？挺帅的呀。小帅哥跟苏寒霜没前途，跟姐姐走怎么样？”苏寒霜俏脸红扑扑：“冯雪瑶她只是我同门，你在乱嚼舌根，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”冯雪瑶笑得更加开心。呦，急了。不过你打得过我吗？冯雪瑶手一挥，又有8名天品觉醒者从废墟中走出。苏寒霜银牙紧咬，气呼呼地瞪着冯雪瑶。我站了出来，轻笑道：“你要是愿意给我2万积分，我也可以跟你走。”此话一出，苏寒霜和冯雪瑶都愣住了。他是怎么能如此平静，说出这种虎狼之词的呀？2万，就凭你也敢喊2万？你干脆去抢算了。就在此时，小心！苏寒霜一声轻喝，有妖兽来袭！众人脸色不由一变，我微微皱眉，这气味和异果的味道几乎一样，数不清的妖兽如洪水般朝他们吞没而来。什么情况？考核怎么也有兽潮？众人大惊失色。突然我眼前一亮，就见一头3阶妖兽嘴里正叼着一颗异果。别看了，快跑啊！苏寒霜俏脸上满是惊慌，下一刻，因为逃跑的方向也有妖兽闻到异果气味围了过来。现在他们被包围在了妖兽中间。楚狂，你带3人保护林雨薇。林雨薇就是他们队里的治疗觉醒者。其他人跟我上。冯雪瑶当机立断。秦墨尘，你做什么？别离开我太远！苏寒霜大声喊道。我摇头，区妖兽合足挂齿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冲了进去。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怎么比赵子轩还冲动？
苏寒霜气得跺脚。就在此时，我没入妖兽群中，手握灵刀，灵力形成刀芒，虚影吞吐，将冲来的妖兽尽数斩杀，一路杀到还在抢夺异果的5头3阶妖兽面前，同时施展幻灵刀诀，瞬间斩出无数刀芒，疾风骤雨般朝5头妖兽笼罩而去。正在争夺异果的5头3阶妖兽毛发倒竖，立即闪避开。我脚踏七星步，犹如瞬移般出现在叼着异果的嗜血魔鳌面前。嗜血魔鳌看到我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张开血盆大口朝我咬来，口中的异果掉落，只见我抬腿一脚，将这头嗜血魔鳌踹飞到妖兽群中，捡起异果，上面遍布齿痕或泥土。但我并不介意，打出一道灵诀，暂时封存这枚异果，避免灵气流散。本来因为异果发狂的妖兽，忽然察觉到气味消失，一些3阶妖兽相对聪明，此时转头就跑。苏寒霜在一片狼藉中寻找，看到我居然衣不染血，闲庭信步般走来，当即傻眼。秦墨尘，你没事？赵子轩看着我，小帅哥不错呀，杀了个一进一出，跟没事人一样。冯雪瑶眉眼一挑，你什么天赋？有点厉害啊。我淡然道，修仙。冯雪瑶皱眉，这什么天赋？你没有听说吗？跟在他身后那些觉醒者都摇头，没听过。苏寒霜不屑道，头发长见识短，秦墨趁没觉醒血脉，他是修仙者。冯雪瑶顿时睁大眼睛盯着我，开什么玩笑？修仙者不是打坐养生的吗？要是有这么强，谁还觉醒血脉啊？我没兴趣多解释，在路过苏寒霜时停下脚步，说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苏寒霜有些心虚，迟疑道，其实我想借鉴你师尊，我外公患有暗伤，数十年来灵医都无法根治。他曾说，若有修仙高人，或许能治疗。我笑了，无需师尊出手，等考核结束，我有空可以去看看。苏寒霜俏脸流露嫌弃之色，你这么年轻会治病，若我无法治疗，再让师尊出山也不迟。苏寒霜露出笑容，那一言为定，考核完我去找你。我点点头，然后在众人目光中缓缓离去。这时有3道人影走来，正是周子轩和宋景云他们3人。看到他们这么勤劳，让我想起了灵蚁辛辛苦苦把食物带回巢穴之中。周子轩嘴角露出笑容，然后被你一扫而空。曹俊仁似笑非笑，弱者就该如此。忽然周子轩眸光一凝，是他。宋景云和曹俊仁看到我，目光也是一冷，抢了我们的猎物，还敢来秘境中心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非要来找死！周子轩冷笑一声，抬手打出一道火蛇，将我前方的灵草引燃一片。苏寒霜还有冯雪瑶他们都抬头看，脸色不由一变。天玄宗的人，你最好不要乱走，再往前一步，谁也不能保证你的安全。周子轩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旋即看向冯雪瑶等人，带着虚伪的笑容，各位辛苦了，你们替我收集的妖兽材料放在这里就好。现在你们有1刻钟时间离开这里。言语间肆意狂傲，如今临近5时，马上就可以录入积分，他们也不想节外生枝。萧景环暗道晦气，旋即转身欲走。周子轩挥手，一条火线飞出，落在萧景环脚边。人可以走，东西留下。萧景环脸色一变，冷喝道：周子轩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周子轩淡淡一笑，是吗？刹那间，萧景环率先出手，他舞动双臂，灵火缭绕，犹如暴走的火人，班门弄斧。周子轩不屑一笑，双臂之上涌出灵火，他双手一拍，灵火狂涌，化作一支支火箭爆射而去。萧景环缭绕的灵火，顷刻间便被周子轩的火箭射散，他身中数箭，喷出一口灵血，倒飞落地。赵子轩化作半人半虎，身高2、3丈，但是站在曹俊仁化作的熊人面前却小了一拳。二者对轰2拳，赵子轩噔噔噔连退数步，曹俊仁却纹丝不动。孙明辉灵刀吞吐金色刀芒，朝宋景云斩去，还没冲到宋景云面前，他的灵刀就哐当一声落在地上。宋景云一脚将其踹飞。普通宗门的天品觉醒者这么弱吗？周子轩手臂上灵火跳动，居高临下俯视被他们打倒在地的萧景环等人，微微摇头。败北的众人闻此，脸色难看至极。愿赌服输。众人依次将储物袋中的妖兽材料扔了过去。你就算了。宋景云阻止了取储物袋的林雨薇，面带和善笑容。据说宗门开学后会有一场大赛，届时我期待与你的合作。林雨薇不置可否。这些家伙虽然实力不怎样，但收集妖兽材料倒是不错。宋景云也面带微笑，看了看计时灵气，淡漠道：你们可以离去了，还有半个时辰到5时，若运气好，应该还能找到800分。看一切结束了，我起身拍去身上灰尘，该自己上场了。站住！周子轩的声音冷冷响起，众人一顿。我没说你可以走。周子轩指向我，谁说我要走了？秦墨尘，别耍脾气，把妖兽材料给他们吧。苏寒霜担心，压低声音提醒道。我摇头，目光直视傲气十足的周子轩，淡漠道：我说过，上次就算了，不要再有下次。看来你们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。老气横秋的语气，颇有老前辈教训小辈的味道。不是哥们，你有没有搞清楚现在的状况啊？那几个可是天玄宗的2阶天品觉醒者，他们不找你麻烦就谢天谢地，你还敢挑衅他们？冯雪瑶背后鼻青脸肿的考生幽怨地看着我，下意识地远离了我一些。周子轩3人听到我的话，面沉如水。饶是擅长隐忍的宋景云被我这么训，也是眼冒寒光。之前我饶你一次是要保留实力拿积分，现在我已有了足够积分，你觉得还能从我手下逃走？周子轩面容扭曲，狰狞冷笑，他手臂上灵火跳动，
仿佛下一刻就会爆射而出。此话一出，苏寒霜他们顿时屏息，瞪大眼睛看着我。之前他们还讨论过是哪位猛人能破掉周子轩的火蛇，没想到那个人竟是我。我缓缓开口：“你尽可以试试。”顿了顿，又看向宋景云和曹俊仁：“你们也一起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”宋景云被这句话逗笑了。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样藐视我们天玄宗的天品觉醒者了。曹俊仁是兽系觉醒者，下一刻他举起拳头朝我脑袋呼了过来。小心躲开啊！苏寒霜被惊出一身冷汗，接着就看到一道硕大的身影猛地倒飞而出，然后轰隆一声砸在后面废墟之上。周子轩不淡定了，浑身灵火暴涨，他双手拍动，灵火狂涌，化作一支支火箭射向我。只见我抬手一挥，股冰寒之气席卷而出，竟连周子轩的火箭都被冻成了一支支冰雕。宋景云脸色一变再变，猛地半蹲下去，双掌按在地上，一股无形的灵压波动朝我席卷而来。我抬脚一跺地面，一股小型灵力风暴骤然形成，旋即肆虐开去。灵草的方向倒转，全部指向宋景云。灵力风暴震散了宋景云的攻击，半蹲在地的宋景云整个人倒飞而出，在空中喷出一口灵血，洒落地面。周子轩见此，不敢再有任何保留，他身周灵火暴涨，旋即化作一条水桶粗细的火，咆哮着朝我撕咬而去。我张嘴猛地一吸，凶猛无匹的火龙被自己一口吞下，然后打了个饱嗝，吐出一缕白烟。不可能！周子轩脸色苍白，难以置信的摇。苏寒霜等人瞠目结舌的看着这一幕，而我面无表情，走到最近的周子轩身前，拿过储物袋。听说过异果吗？知道又怎样？不知道又怎样？我满意点头，知道就好。给你5天时间，拿一枚异果过来，算是打劫我的代价。周子轩冷笑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想要异果不可能，有种杀了我！”我轻笑摇头，旋即轻轻在周子轩胸口一点。周子轩疼得龇牙咧嘴：“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何我的天赋没了？拿异果来，我为你解开。你若觉得当普通人也好，那可以不用来找我，给老子解开，否则等考核结束，你死定了。”周子轩疯狂叫嚣。我双眸一冷，你再说一遍。周子轩一怔，他仿佛感觉有一条湿滑的灵蛇盘绕在脖子上，张着嘴吐着信子，随时都有可能咬在他脖颈上。记住5天内。我起身走向宋景云，我与周子轩的话你听到了。宋景云点头咬牙道：“愿赌服输，1枚异果，考完之后我送去你宗门。”相对于周子轩，宋景云明显更识时务，不过还是暂时封禁了宋景云。拿异果来，我为你解开。又从废墟中把曹俊仁拖了出来，封掉他的天赋后，才说起异果。我满意的点点头，3枚异果应该足够他晋级炼气2层了。做完这些，将2个储物袋扔给赵子轩和苏寒霜。赵子轩有些懵，秦墨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笑了笑，我们不是一个团队吗？见者有份，你说的。苏寒霜想要，又有些迟疑，是不是太贵重了？是吗？我思忖，那还给我。苏寒霜立即抱住储物袋，我就客气一下，谁送出去的东西还能要回去？我有些无语，旋即转身离开这里。你去哪儿？苏寒霜问道。找个地方藏起来，等午时传积分。别忘了说好的事啊！苏寒霜喊道。我摆了摆手，放心，在众人都走后，景云你咽得下这口气？周子轩恶狠狠地问道。宋景云看着周子轩，我想去找沈连浩他们帮忙，给他1枚异果，他肯定愿意出手。周子轩眼中寒光闪过，宋景云摇了摇头，算了。秦墨尘在我们体内动了手脚，在他解开之前，我不想再生事端。周子轩再看向曹俊仁，你呢？曹俊仁说道，我打不过他，心服口服，都是怂货。周子轩骂道，你们不去，老子一个人去。这口气我咽不下。离开后，我便找了个相对完好的废墟，以灵力刻下聚灵阵，将那枚残缺异果放在聚灵阵中，一缕缕淡白色灵气飘出，同时运转一念轮回诀，将其炼化。炼气1层中期了，运转玄冰诀，凝练灵石。忽然猛地睁开双眸，眼中金光爆射，随即笑了，从鞋履下方取出1枚拇指大小的金属小球，稍稍用力，灵光四溅，灵力跟踪器。希望你们能多带点人来，不要让我太失望。带来的人越多，那我能拿到的异果就越多。瞥了眼插在地上的灵刀，微微摇头。灵刀始终不习惯，若能找到合适的材料，最好能炼制一柄灵剑。此时周子轩正咬牙领着一名青年在废墟中穿梭，这人正是沈凌浩。周子轩以1枚异果的代价请他来收拾秦墨尘。就在这里，周子轩停了下来，跟踪器可能被他发现了，刚刚被毁，但是他肯定想不到我们来了。我盘膝坐在废墟中，指尖轻轻摩挲那枚金属小球，这跟踪器做工精细，上面还残留一丝微弱的灵石波动。看来周子轩身后还有人指点，不过也好，他们来的越多，我手中的筹码便越足。我闭目凝神，继续运转一念轮回诀。废墟外风声渐起，远处传来妖兽的嘶吼与灵力的碰撞声。临近午时，这秘境中心反而愈发混乱，所有人都在做最后的冲刺，想在这最后半个时辰里多拿几分。忽然，我感知到3道气息正朝这边快速接近，其中1道是周子轩，另外2道一强一弱。强的那位气息浑厚，远非周子轩可比，至少是4阶天品觉醒者。我缓缓睁眼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来了。3道人影从废墟后转出，为首之人身材修长，面容冷峻，一袭墨色法袍上绣着银色云纹。他负手而立，目光居高临下的扫过我，仿佛在看一只不自量力的蝼蚁。周子轩站在他身侧，脸上带着报复的快意，就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沈凌浩打量我片刻，微微皱眉，你确定就是他？一个连血脉都没觉醒的人，把你们3个打成那样？周子轩面色涨红，咬牙道，他手段诡异，我的火焰能力被他一口吞了。沈凌浩眼中
中闪过一丝兴趣，有点意思。他上前2步，手指轻轻敲击腰间的灵刀。我给你个机会，解开周子轩他们的禁制，然后跪下认错。我可以让你完好无损地走出这个秘境。抬头看他，目光平静。你是天玄宗的人。沈林浩傲然点头。天玄宗核心弟子沈林浩，4阶天品觉醒者，想来你应该听过我的名字。我摇头，没听过。沈林浩面色一僵，眼中寒光乍现。看来你是敬酒不吃罚酒了。他手腕一转，灵刀出鞘，刀身泛起幽蓝灵光，空气温度骤降。冰系觉醒者，我微微点头，倒是跟苏寒霜同属一系，只是这气息的浑厚程度远非苏寒霜可比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沈林浩灵刀横在身前，刀锋上凝结出一层薄冰。我缓缓起身，拍了拍衣袍上的灰尘。不必了，你既然来了，那便按规矩办事，一没一果，我替你解开周子轩他们的禁制。沈林浩冷笑，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？他手腕一抖，灵刀划出一道弧线，3道冰刃破空而来，撕裂空气，发出尖锐笑声。我抬手一挥，灵力涌动，化作一面无形屏障，冰刃撞在上面，发出清脆声响，化为漫天冰屑。沈林浩瞳孔微缩，有点稳。他身形一晃，化作一道残影，灵刀裹挟着刺骨寒气，直刺我咽喉，速度极快，力量也远超周子轩之流。我侧身闪避，同时屈指一弹，一道灵力精准击中刀身，叮的一声，灵刀震颤。沈林浩手臂微麻，他脸色一变，迅速后退，拉开距离。你这是什么能力？他皱眉问道。修仙，我淡淡回答。修仙？沈林浩嗤笑。一个早已湮灭的道统也敢在我面前逞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双臂张开，周围空气温度骤降，地面凝结出一层白霜，冰封千里。他低喝一声，灵刀猛地插向地面，股磅礴的寒气如浪潮般朝我席卷而来，所过之处碎石灵草皆被冻成冰雕。我微微挑眉，这一招倒是有几分气势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我双手掐诀，体内灵力涌，指尖绽放出一团金色灵光，玄冰诀破。我轻喝一声，金色灵光与寒气浪潮碰撞，没有剧烈的爆炸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，金色灵光如热刀切牛油般将寒气浪潮从中劈开。沈林浩脸色大变，怎么可能？他来不及反应，金色灵光已至身前，轰的一声，他被震飞出去，撞穿2道废墟墙壁，才堪堪停下。周子轩站在原地，双腿发软，脸色惨白。他最强的1丈竟然连1招都没撑过去。我走到沈林浩面前，他躺在碎石中，嘴角溢出灵血，眼中满是不甘。我俯视着他，语气平静，一枚一果，5天内送到我面前，否则你跟周子轩他们一样。沈林浩咬牙想要挣扎起身，却发现自己体内的冰系能力完全无法调动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他声音发颤，一个小术法而已。我转身离去，记住5天内。午时将近，秘境上空响起一声悠长的钟鸣，那是积分录入通道开启的信号。我加快脚步朝最近的录入点赶去。沿途遇到的考生见我独自一人，本想打劫，但感受到我身上残留的战斗气息后，都识趣的让开道路。积分录入点设在秘境边缘，是一座临时搭建的灵阵台。几名宗门长老坐在台上，面前悬浮着记录积分的灵简。我排队等待期间，听到周围考生议论纷纷，听说天玄宗的周子轩被人废了天赋，真的假的？谁这么大胆？谁知道呢？反正这次考核热闹大了。我面色如常，仿佛他们议论的人与自己无关。轮到我了，我将储物袋中的妖兽材料倒出，负责录入的长老看了一眼，微微皱眉。独自一人。我点头，长老用灵简扫过材料，微微惊讶，1850分，不错。他多看了我一眼。修仙者，我记得你是那个选了修仙的。我点头，长老摇头笑了笑，没再多言，将积分录入我的身份灵牌后，挥手示意我可以离开了。走出秘境时，阳光正好，我眯眼看了看天空。考核结束了，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魏家的异果苏寒霜，外公的病，还有周子轩他们承诺的异果，这些都是我需要尽快处理的事。回到宗门时已是傍晚，父母站在山门前等我，母亲眼眶微红，上前拉住我的手，回来了就好。父亲站在一旁，虽未说话，但眼中的关切却藏不住。我心中一暖，这一世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守护好他。回到家中，父亲准备了丰盛的零食，饭桌上，他试探性地问道：“考核如何？”“还行，1850分。”父亲手一抖，筷子差点掉落。1850分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“你确定？”我点头。父亲沉默片刻，忽然笑了。他连说2个好字，眼眶却有些泛红。母亲也在一旁抹眼泪。他们不懂什么血脉觉醒修仙大道，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孩没有让他们失望。饭后我回到房间，盘膝坐下，取出那枚从魏明远手中得到的异果。这枚异果虽已残缺，但其中蕴含的灵气依然可观。我将其置于聚灵阵中，开始炼化。一缕缕灵气涌入体内，一念轮回诀疯狂运转，炼气1层后期，炼气1层巅峰。当异果彻底干瘪化为齑粉时，我的修为已稳固在炼气1层巅峰，距离炼气2层仅1步之遥。我睁开眼，吐出一口浊气，还不够，需要更多的异果。我取出传讯灵符，给魏明远发了一道讯息：明日我便去魏家。片刻后，魏明远回，届时我在城外接你。次日清晨，我换了一身干净的法袍，跟父母说去城中逛逛，便离开了宗门。魏家是云州大族府，坐落在城东灵脉之上。我赶到时，魏明远已在城外等候。他伤势未愈，面色还有些苍白，但精神比那日好了许多。小兄弟这边请。他引我入城，穿过几条街道，来到一座气派的府邸前。府门两侧立着2尊石雕灵兽，门楣上悬挂着魏府匾额，比例遒劲，显然出自名家之手。魏明远带我径直入府，一路上遇到的仆从皆恭敬行礼。穿过几重院落，来到一间清雅的厢房，家主就在里面。魏明远推开门，房内一张陵木床上躺着一位面容枯槁的老者，他呼吸微弱，面色蜡黄，体内气息紊乱，显然是受了极重的内伤。
我走近查看老者脉象，灵力探入其体内，仔细感知。片刻后，我收回手。如何？魏明远紧张问道。可以治。我点头，但需要一些灵药辅助。魏明远大喜，需要什么你尽管说。我列了一张清单。魏明远看后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吩咐下人去准备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所需灵药我让所有人退出去，只留自己和老者在内室布下隔音灵阵后，我开始施术。老者体内的伤势比表面看起来更严重，经脉多处断裂，脏腑也有异。若是普通灵医来治，最多续命3、5月，但我不同，我以灵力为引，一寸寸修复他断裂的经脉，再以玄冰诀封住他体内暴走的灵血。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时辰。当我收回手时，长长呼出一口气，老者面色已恢复红润，呼吸也变得平。我推门而出，魏明远立刻迎上来。家主如何了？已无大碍。我再开一副灵方，每日服用1次半月后便可下床。魏明远接过灵方，激动的眼眶泛红。小兄弟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有用得着我魏家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我点头没有客套。我需要的异果。魏明远立刻命人取来一个精致的灵木盒，盒内静静躺着一枚饱满的异果，灵气浓郁，远超之前那枚残缺的。这枚异果是我们从秘境深处所得。魏明远说道。若非你出手相救家主，这枚异果我们也保不住。我接过灵盒道了声谢。魏明远又说道，有件事我需提醒你，陈家也在寻找这枚异果，他们若知道异果在你手中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微微一笑，无妨，他们若来便是。魏明远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，你多加小心。离开魏府后，我没有回宗门，而是去了城中的灵气铺。我需要一柄灵剑，普通的灵剑对我而言用处不大，我需要一柄能承载灵力且足够坚韧的剑。城中最大的灵气铺叫祝风阁，阁内灵气琳琅满目，从最低级的凡铁到蕴含灵力的宝器应有尽有。掌柜是个圆脸中年人，见有客人来，立刻堆起笑脸。客官需要什么？灵剑。我直说道。掌柜引我到灵剑区，这里陈列着数十柄灵剑，品质参差不齐。我扫了一眼，微微摇头，太差了。掌柜一愣，客官想要什么品质的？最好的。掌柜沉吟片刻，从内室取出一柄通体漆黑的灵剑，此剑名玄渊，以深海寒铁铸成，可承载4阶以下灵力，是我祝风阁的镇店之宝。我接过剑，注入灵力，剑身微微震颤，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。不错，但也仅此而已。我摇头将剑放下，还有更好的吗？掌柜面露难色，这已是最好的了。我皱眉，深海寒铁虽好，但韧性不足，承受不住太强的灵力冲击。我需要的是能随我境界提升而成长的灵。掌柜想了想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客官可听说过活剑？活剑，我来了兴趣。掌柜压低声音，传说铸剑师中有一种秘术，可将妖兽的灵魄封入剑中，使剑拥有自我成长的能力。这种剑会随着主人的修为提升而变强，甚至能觉醒自己的灵智。我眼前一亮，何处能寻到这种活剑？掌柜摇头，这种秘术早已失传。不过我听说，在荒域深处有一座上古遗迹，其中或许还留存着活剑的铸造之法。荒域，我若有所思，那是妖兽横行的险，也是无数天才地宝的产地。若真能找到活剑的铸造之法，倒也不虚此行。我谢过掌柜，离开了祝风阁。回到宗门时已是傍晚，苏寒霜在宗门门口等我，见我回来就迎上。你去哪了？找你好久。我微微挑眉，有事。他翻了个白眼，你答应过的事忘了？我外公的病。我恍然，明日吧，今日有些累了。苏寒霜盯着我看了片刻，你脸色确实不太好，那明日午时我来找你。说完他转身离去，走了几步又回头，别忘了啊。我摆手示意知道了。回到房中，我取出那枚异果开始炼化。魏家给的这枚异果品相极好，蕴含的灵气远超之前那枚。我将其置于聚灵阵中，全力运转一念轮回诀，灵气如潮水般涌入体内，炼气1层巅峰的瓶颈开始松动。我咬牙继续冲击，时间一点点流逝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体内传来一声脆响，瓶颈破碎，炼气2层。我睁开眼，眼中金光闪烁，体内灵力比之前浑厚了数倍，终于迈出了这一步。我握了握拳，感受到体内涌动的力量，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距离天魔降临还有不到3年，我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尽可能提升修为，至少也要突破元婴，而这一切都需要海量的灵药和机缘。荒域，我低语，或许该去那里走一趟了。次日午时，苏寒霜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。她今日穿了一身淡蓝色的衣裙，长发披肩，少了几分平日的英气，多了几分柔美。我看了她一眼，走吧。她外公住在城中的一座幽静院落，院里种满了灵竹，清风拂过竹叶，沙沙作响。苏寒霜的外公是个清瘦的老，面容慈祥，但面色苍白，气息虚浮。他坐在院中的藤椅上，见我们进来，笑着招手：“霜儿来了。”苏寒霜快步上前，握住老人的手：“外公，这是我同门秦墨尘，他说可以治您的病。”老人打量我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：“这么年轻就会治病？”我走近，搭上老人的脉搏，灵力探入其体内，仔细感知。片刻后，我微微皱眉，老人体内的问题比魏家家主更复杂，不仅是经脉受损，还有一股阴寒之气盘踞在丹田深处，若不及时清除，恐怕活不过3年。如何？苏寒霜紧张地看着我。可以治。我点头，但需要一些时间。苏寒霜松了口气，眼眶微红。那太好了。老人也面露喜色，小友若真能治好我这把老骨，老头子我必有重谢。我摆手示意不必多言，随后让苏寒霜去准备灵药。
我则开始为老人施术，清除丹田中的阴寒之气，比修复经脉更棘手，需要以灵力一丝丝的将寒气剥离，再以玄冰诀将其炼化。整个过程持续了整整1天。当最后一丝寒气被清除时，老人长长呼出一口气，面色已恢复红润，小有大才。老人由衷赞叹。我点头起身，再服几副灵药调理半月，便可痊愈。苏寒霜送我到院外，他站在月光下，眼中带着感激。秦墨尘，谢谢你。我笑了笑，不必谢，你请我帮忙，我帮你，公平交易。苏寒霜咬了咬唇，那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。我点头转身离去，走出几步，他忽然叫住我，秦墨尘，回头。他站在月光下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说了句路上小心，摆摆手，消失在夜色中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为荒域之行做准备，查阅了大量关于荒域的点，向魏家和苏寒霜的外公打听了许多情报。荒域位于云州以北，是一片广袤的原始山脉，其中妖兽横行，天材地宝无数，但也危机四伏。即便是5阶觉醒者深入其中，也有陨落之险。但我不惧，前世我在更凶险的地方都闯过来了，何况区荒域。5天后，周子轩和宋景云如约送来异果。周子轩面色阴沉，将灵盒扔给我，解开禁制。我接过灵盒打开，确认无误后，抬手解除了他们体内的禁制。周子轩活动了一下身体，感受到能力恢复，眼中闪过一丝杀意，但他最终还是忍住了，转身离去。宋景云临走前看了我一眼，秦墨尘，你很强，但我劝你不要太张扬，天玄宗不是你能招惹的。我淡然一笑，多谢提醒。他们走后，我将3枚异果取出，加上之前从魏家得到的那枚，手中已有4枚异果。当晚我便开始炼化，1枚、2枚、3枚。当第4枚异果化为齑粉时，我的修为已突破炼气2层后期，距离炼气3层仅1步之遥。我需要更多的异果，而荒域就是最好的去处。次日清晨，我收拾好行装，将一封信留给父母，告诉他们我要去城中历练一段时间，让他们不要担心。然后我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荒域的路。出城后，我取出一件飞行法器，注入灵，法器载着我破空而去。云州城在身后越来越小，最终化为一个黑点，消失在天际。前方是无尽的荒野和连绵的山脉，那里有我想要的一切，也有我将要面对的无数凶险。但我无惧，因为我知道，只有不断变强，才能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；只有站在最高处，才能改变注定的命运。荒域我来了，飞行了整整1天，我终于抵达荒域外围。这里已是人迹罕至，空气中弥漫着灵草和妖兽的气息。我从法器上跃下，落在一座山丘之顶，放眼望去，前方是连绵无尽的原始山脉，古木参天，藤蔓如莽，偶尔有巨大的妖兽从林中掠过，带起一阵狂风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空气中浓郁的灵气让我精神一振。这荒域果然名不虚传，即便是外围灵气浓度，也远超云州城。若能深入其中，找到灵脉汇聚之地，修炼速度定能倍增。我取出地图找方位，根据魏明远提供的情报，荒域深处有一座上古遗迹，据说是万年前某个修仙宗门的遗址，那里或许还留存着活剑的铸造之法，甚至可能有更珍贵的东西。我收起地图，展开身法，朝荒域深处掠去。炼气2层的修为虽不算高，但配合一念轮回诀和玄冰诀，寻常3阶妖兽已不是我的对手。深入荒域10里后，妖兽的数量明显增多，我斩杀了几头不长眼的1、2阶妖兽，取其妖丹，继续前行。夜幕降临时，我找到一处山洞，布下灵阵后盘膝休息。深夜荒域中，妖兽的嘶吼声此起彼伏，远处甚至传来一声震天的咆哮，那至少是5阶妖兽的气息。我闭目凝神，不为所动。前世的经验告诉我，在荒域中过度的好奇心只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次日清晨，我继续深入。中午时分，我在一处溪流旁休息，忽然感知到前方有打斗声。我收敛气息，悄悄靠近，只见溪流下游的一片空地上，5个人正与一头4阶妖兽激战。那妖兽是一头浑身覆盖鳞甲的豹甲龙蜥，体型巨大，力量惊人。5名觉醒者配合默契，但明显处于下风。其中1人已被击伤，鲜血染红了衣袍。我本想绕道离去，但目光忽然被其中1人腰间悬挂的灵盒吸引。那灵盒散发的气息与异果一模一样，而且不止1枚。我停下脚步，在暗处观察。那5人显然已支撑不了多久。豹甲龙蜥一爪拍飞其中1人，又甩尾将另1人扫入溪流。剩余3人脸色大变，转身就跑。豹甲龙蜥怒吼一声追了上去。我趁此机会掠到受伤倒地的那人身前。那人惊恐地看着我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未答话，只是取过他腰间的灵盒打开，里面静静躺着3枚异果，灵气浓郁，品相极佳。这是你们的？那人点头又摇头，是我们在遗迹中找到的。他话未说完便昏了过去。我将灵盒收好，又搜了搜他身上的储物袋，里面还有几枚妖丹和一些灵药，收获不错。我起身正要离去，忽然一声怒吼从身后传来，豹甲龙蜥回来了。他看到我手中的灵盒，双眼通红。4阶妖兽已有一定的灵智，显然知道这灵盒里装的是什么。我叹了口气，本来不想动手的。豹甲龙蜥张开血盆大口朝我扑来，我身形一晃，扑击，同时手中灵刀出鞘，灵力注入刀身，吞吐出3尺刀芒。我脚踏7星步，瞬间出现在豹甲龙蜥身侧，一刀斩在他脖颈的鳞甲缝隙处，灵血喷涌。豹甲龙蜥痛吼一声，甩尾横扫，
我跃起避开，凌空翻转，又是一刀斩在他头顶。报价龙息被这2刀斩得晕头转向，转身想逃，我岂能放他离开？催动灵力，施展幻灵刀诀，瞬间斩出数十道刀芒，如暴雨般笼罩报甲龙息。他挣扎片刻，终于轰然倒地。我取走妖丹，迅速离，找了一处隐蔽的山洞，布下灵，将那3枚异果取出，开始炼化。1枚、2枚、3枚。当最后1枚异果的灵气被吸纳殆尽时，我的修为终于突破炼气3层，体内灵力比之前又浑厚了数倍。炼气3层虽仍不算高，但在荒域外围已足以自保。我睁开眼，吐出一口浊气。接下来该去找那座上古遗迹了。根据昏迷那人储物袋中的地图，遗迹在荒域深处，距离此地约2日路程。我稍作休整，便继续上路。2日后，我终于抵达地图上标注的位置，眼前是一片被藤蔓和灵草覆盖的废墟，残垣断壁间依稀可辨当年宗门的规模。这里曾是万年前某个修仙宗门的山门所在。我漫步废墟之中，感受到空气中残存的灵气波动。虽已过去万年，但这里依然有灵脉残存，可见当年这宗门的底蕴之深。我一路深入，沿途发现几具白骨，从衣着看，应是来此探险的觉醒者。他们身上还残留着储物袋和灵气，我顺手收走。在一处坍塌的殿堂中，我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标，一柄斜插在石台之上的灵剑，剑身通体银白，剑柄处镶嵌着1枚鸽蛋大小的灵珠，灵珠内隐约可见一道灵魄在游活剑。我眼前一亮，走进石台，仔细打量这柄剑，剑身完好无损，灵珠内的灵魄虽已沉睡，但依然生机勃勃。若能唤醒这道灵魄，这柄剑便能随我成长。我伸手握住剑柄，正要拔剑，忽然一阵剧烈的灵力波动从地底传来，我脸色一变，闪身退开，石台炸裂，一道巨大的身影从地底冲出。那是一条足有10丈长的巨蟒，浑身覆盖着漆黑鳞甲，头顶生着一根独角，5阶妖兽独角灵蟒。我心头一沉，这遗迹中竟还藏着这等凶物。独角灵蟒树瞳冰冷地盯着我，口中丝丝吐着信子。它盘踞在灵剑周围，显然是在守护这柄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5阶妖兽堪比人类筑基巅峰的强者，以我炼气3层的修为，正面硬拼毫无胜算。但让我放弃这柄活剑，不可能。我目光落在灵剑上，忽然有了主意。我身形一晃，朝左侧掠去，独角灵蟒立刻追来，庞大的身躯碾碎沿途的废墟。我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跑，独角灵蟒紧追不舍。我一边跑一边在沿途布下灵阵。当独角灵蟒冲入最后一座灵阵时，我猛然转身，双手掐诀，爆！5座灵阵同时引爆，剧烈的灵力爆炸将独角灵蟒炸得翻滚。但它鳞甲坚硬，这一击只是让它受了点皮外伤，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。我闪身掠回石台，拔出灵剑，剑身震颤，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。灵珠内的灵魄苏醒，一股强大的灵力涌入我体内。炼气3层巅峰，炼气4层，炼气5层，修为疯狂攀升，最终停在炼气5层巅峰。独角灵蟒怒吼着冲回来，我握紧灵剑，体内灵力涌动，玄冰诀一剑斩出，冰寒剑气席卷而出，独角灵蟒被冻成冰雕。我凌空跃起，又是一剑，冰雕碎裂，独角灵蟒轰然倒地。我落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体内灵力消耗大半，但心中却无比畅快。看着手中银光流转的灵剑，我微微一笑。从今以后，你便随我征战天下，就叫你双白吧。我稍作休整，从独角灵蟒身上取了妖丹和鳞甲，又在遗迹中搜索一番，找到几枚异果和几本残破的典籍，收获颇丰。离开遗迹时已是傍晚，我找了一处山洞休息，盘膝炼化新得的异果。当最后1枚异果化为齑粉时，我的修为已稳固在炼气6层，距离筑基又近了一步。我睁开眼，看着手中的双白剑，嘴角微扬。荒域之行收获远超预期，接下来该回去了。还有些账需要跟天玄宗的人算算，他们答应给我的异果可还没给呢。我起身走出山洞，夜色中荒域的风带着灵草的气息拂面而来，远处的山脉在月光下若隐若现。这片充满机遇与凶险的土地，我还会再来的，但现在是时候回去了。我展开身法，朝云州城的方向掠去，身后荒域在夜色中渐行渐远，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。天魔降临之前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而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。